飞机上的警察有多神秘？为何轻易不暴露身份？究竟承担怎样的重要职责？大家好，我是启明。本期话题：空中警察。飞机上的警察被称为民航空中警察，他们具有国家公务员和机组成员的双重身份。但这些警察在飞机上执行任务时，却并不会穿警服，也不会轻易表明身份。甚至穿着便服的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乘客没有任何区别，除非发生紧急情况，才会亮明警察身份并处理问题，否则就要保持非常严格的身份保密措施。而这和空中警察的职责密切相关。空中警察担负怎样的职责？空中警察的主要职责就是确保飞行安全，以及处理飞机上的突发事件。常规来说，就是打架、斗殴等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事件，严重的则包括劫机等情况。所以他们会在飞行前检查飞机上的行李和座椅，注意异常乘客，以发现潜在的危险因素，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。因而网传空中警察乘坐在头等舱和经济舱最后排的两种说法中，后者可能更可信一点，毕竟方便观察整个飞机机舱的全局。但为了身份保密，也可能会刻意打破这一规律。空中警察为何要严格保密身份？空中警察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。由于当时美国频繁遭遇劫机事件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便成立了空警部门。空警的工作性质特殊，常常与打击恐怖主义相关联，因此他们的身份和行动都需要严格保密。因而对于每个国家而言，空警的具体人数和名单都是属于国家机密。不过承担空警职责的也不完全都是正式警察，还有航空公司自己聘请的安全员。航空公司自聘安全员和空中警察有何区别？空中警察是每架飞机必备吗？是否真能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？航空公司的自聘安全员在职能上和空中警察一样，都是为应对飞行途中的各项突发事件而设置的，一般都是聘请的退役军人、退役特战队员以及专业私人安保等，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上不用担心。区别就在于没有正式的国家编制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不属于警察。不过工资是按飞行小时计算，报酬相对丰厚，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也相对轻松。每架飞机都有空中警察吗？不是每架飞机都有空中警察。空中警察的配备是根据航班的航线以及飞机的类型决定的，安全风险较高的航线就会增派空中警察。而航空公司安全员是每架飞机都一定会配备的，因而在乘坐飞机时也不用担心没有安全人员。事实上，如果越看不到有安全员或空中警察露面，就证明飞机的航线航班更安全。空中警察真的能发挥作用吗？虽然空中警察不是万能的，也不会因为一个空中警察就能100%解决所有安全隐患，但配合机场本身严格的安检，再加上空中警察，便能够使得航班非技术层面的安全性大大提高。一旦发生严重的突发事件，空中警察就是控制事态最关键的角色。2012年，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天津航空 GS7554号航班上，就出现6名歹徒企图冲击驾驶室暴力劫机，最终在空中警察的带领下，由机组人员和乘客协力将歹徒制服。